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17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在阿根廷创出历史新高，但是比特币为什么价格却是跌的？今天也来聊一下2周的这个高斯通道线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包括日线比特币是不是有一个镜像理论，那镜像的买点有没有这一个点位，它是对应这个点位啊，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国语很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免费机器人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根廷的这则新闻啊，也就是阿根廷总统初选这一个候选人，他是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而且他是一直在支持这个比特币，所以昨天比特币在阿根廷是创出 all time high 哦。那么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提到的一个价格历史新高是1020万阿根廷的法币啊。刚刚我也是有计算了一下，1020万等于美元的话，差不多是28600美金附近，所以这叫历史新高吗？历史新高不是应该在 69K 附近吗？我不知道我计算的有没有错。当然这也是一则好消息哦，因为这个总统候选人他是一直在支持比特币哦，他也是有提到一个观点，比特币是针对央行骗局的自然产物，他的竞选口号是上任以后要把央行给废除。当然这有可能也是一个竞选的手段，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都知道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inflation 是在 113%， 所以美国之前通胀高位最高的时候就只达到一个 9%。 我们试想一下，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不要去相信一些国家的法币，就是因为货币一直印发或者是超发，导致整个通胀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自己生活在类似阿根廷的这么一个国度，100多%的一个通胀，那是有多恐怖啊！这些法币就是一张废纸啊，所以我是相信肯定会有更多的国家会步这个阿根廷的后尘，包括目前世界上把比特币作为法币的已经是有几个国家了，比如说萨尔瓦多，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中非共和国。那这个阿根廷总统候选人如果真的上台以后，会不会把比特币作为一个法定货币，甚至把阿根廷的央行给废除掉？我们要记得一个时间节点啊，好像是在10月份阿根廷总统竞选有可能会出结果，所以这个时间跟我之前讲的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会不会继续往上突破，好像时间是有重合点了。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2周的这个高斯通道线啊，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不管是5天还是周线的高斯通道早就已经转绿了，但是2周的这个高斯通道目前是还有一个中轨是压在头上，有可能是不是在过中轨之前，它这边也是主动压回在蓄势，会不会真的在10月份如果整理到位的情况下，不排除完全有可能会去突破这个中轨哦。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高斯通道2周的这一个形态，在历史上有哪一些知识点可以参考哦。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也就是比特币这一波熊市自2021年 69K 的高位，这个趋势至 69K 下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它这个高斯通道在2周里面转红的位置，当时比特币在 15K 或者是 16K 的低点位置，这个位置也是确定就是一个底部啊。但是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是没有转红的位置，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下2015年的这一个底部的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熊市的趋势，它是这一个高斯通道在2周里面转红的位置，这个底部就是底部，而且后面这一条趋势突破的时候就确认牛市是已经开启，所以我感觉是跟2015年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这个位置它这边不是转红的位置，这个低点确认就是底部啊，所以珍惜底部买入的筹码，不管是去年在 20K 的这个区间有买的话，到现在希望朋友们还是一定要给我抱住啊，不要去管最近是不是在震荡。那突破的点位我们来聊一下，像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会不会进行一个突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轨的位置，它在要挑战之前这边是震荡一段时间会主动回撤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突破完以后，它这边也是整理再压回，是不是在确认就是这个高斯通道的下轨，但是没有压回到这个下轨。不过我的观点是，当时的这个头肩底它其实压回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确认这一个头肩底的颈线，那现在面临中轨的压力，有可能就是这边可能是在主动压回。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当时挑战这个中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单根确认突破这个2周的高斯通道中轨，就是这个黄色的位置，它突破完以后没有在这个位置压回来确认这个中轨，包括它在过中轨之前也是只有一根整理，然后直接第2根就挑战，所以它后面过完中轨甚至过上轨，它也是会继续压回来确认这一个中轨的支撑。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不像这个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这一个高斯通道转红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破了这个下轨，但是它在这个位置下轨附近收回去以后，也是会反复在这一个下轨附近确认整理，然后往上去突破这一个中轨。我们可以看一下突破中轨的时候，为什么这边收上影线，就是中轨如果要一次过的情况下，有可能怕后面会洗得很深，所以它在过中轨之前算是没有挑战这个中轨，然后第2根是在整理，第3根也算是挑战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过这个中轨以后也会重新再压回确认，甚至在这个中轨区间整理的一段时间，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突破，也就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边是有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所以现在的一个形态也是非常的像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是没有过这个中轨，有可能是不是在震荡，这边是不是在画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也是有聊了一段时间，也是不排除如果整理到位，到时候会不会去突破这个中轨。然后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也就是这个横盘箱体20多天，昨天这一根 K 线它是把 28.8K 给跌破，不过我们要留意一下，因为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画箱体比如说上面的这个箱体，它在这一根跌破的时候是在第几根，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从这边开始画到这个位置是在第8根左右，它是又回到这个箱体，然后在第13根左右也是在这个位置又回到这个上面的箱体。那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因为也是箱体震荡，重心继续下移，我们要留意一下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在8天至13天左右能不能重新回到这个箱体里面。那这整个形态如果我们观察，就是这整片的整理区间，类似这一个整理区间倒过来的一个形态，这里面感觉是有一个镜像就类似目前的位置是一直在下跌，有没有可能来到某一个低点的位置，类似这个挖坑的位置，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回上来，就是重新回到这个箱体，然后继续震荡，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到时候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32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像要怎么画，我们可以从这个区间拉到这根下跌也可以算进去不过我就参考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画出来以后把它先镜像，然后再做一个翻转，可以去留一下有没有感觉，就是这边整理的区间很像是这边的一个整理区间，可以去留一下当时倒过来的一个镜像，它是低点一直往下走低，就类似这个高点的位置，高点一直在往上走高，所以这个区间有没有很像这个倒过来的一个镜像？那我这边倒过来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拉到这个重叠区，比如这2个高点感觉是有一点很像这一个区间，就是这整个整理的片区，不过时间没有完全重合然后我们再留意一下，它后面这边不是跌下来，这边有2个高点的位置，有没有感觉很像这2个高点的位置？所以如果把这2个点位重叠到这个区间，感觉有没有很像，就是这个区间后面它不是有一个点位，就是这个点位，就是倒过来的这个高点，我们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当时是这边就是上去一路在画陷阱，那现在下来有没有可能下去，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在画陷阱？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如果这一个镜像真的成立的情况下，你要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就是继续往下杀的一个位置，有没有这种低点的点位，到时候有可能是我们期货做多的点位。如果我猜的没错，因为也是在猜测然后我们继续来观察一下，如果真的再下去它一些支撑的点位，因为也是有聊了一段时间，你去等这个 28K 的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守住。如果 28K 守不住，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这边还有一个 N 型的高点位置，去留意一下这个 27.2K 附近到底能不能守。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真的这个下箱体破的情况下，理论的一个空间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位置 27.2K 附近，
会不会是一个支撑位。当然我也不希望它继续往下跌因为手上是有多单仓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